欢迎来到16频道，今天来聊一下 Forever You 四方极爱阿提豆豆这一对的原作小说故事。Forever You 呢，主要由4本小说组成，分别是东南西北4对故事，而阿提豆豆呢，则是放上西的故事。在16个人看来呢，他们也是4对故事里面最标新立异的一对，有趣中呢又带点可爱。那现在就一起来看看自由奔放的学长是如何猛烈追求生性淡泊的学弟的吧。注意，后面会含有大量的剧透，所以不少被剧透的各位请斟酌使用哦。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两位主角，共同名字叫阿提，妥妥的富二代。在他15岁左右的时候呢，母亲呢就因为癌症而离世。母亲呢在对抗癌症的时候，阿提呢就曾经立志要成为医生，治疗母亲的病。虽然呢最后母亲还是先一步离开了，但阿提呢还是想要坚持跟母亲的约定，而考上了医学系。只是呢向北读医，他个人其实更喜欢做音乐，性格呢自由奔放，谁呢也管不住他。然而在大咧咧的外表底下，他内心呢却有着脆弱，不愿意让人看见的一面。生活名字叫豆豆，生物系的学生，喜欢绘画，是一个做事认真的工作狂，很常呢因为工作而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性格呢比较淡泊，没什么情绪起伏。除了工作时间以外，平常呢长期都像一个低电量的机器人。故事一开始，豆豆呢为了省租金而搬进了一间凶宅，因为豆豆呢至少就可以看得到鬼魂，所以呢他也已经很懂得如何应对鬼魂了，自然也不介意搬进凶宅。而在同一栋楼里面，其实呢已经发生过了3次的凶案，所以整栋楼呢几乎都没有人敢住了，而唯一还敢住在那边的人就是阿提。阿提呢虽然灵力呢不像豆豆那么强，但有时候他也是可以感受到鬼魂的存在，不过他就是一律的无视，也不觉得害怕。阿提跟豆豆就因为这样子而成了邻居。搬进新宿舍没多久，宿舍里呢一个生前在睡梦中被杀死的鬼魂呢就请豆豆呢调查自己的死因，同时这只鬼魂呢也另外再向阿提报梦，请阿提呢也帮忙调查找出凶手。最后豆豆呢透过其他鬼魂提供的讯息呢找到了凶手，阿提呢也因此知道豆豆呢有可以跟鬼魂讲话的能力。阿提呢其实对自己母亲的死呢一直耿耿于怀，他一直都担心自己母亲呢在去世的时候呢会不会因为病魔折磨呢而过得很痛苦，他也担心母亲的灵魂呢到底有没有成功的超生，所以他在拜托豆豆呢帮忙找一下他母亲的灵魂呢会不会还在人间。一开始豆豆呢对阿提的态度呢就是很冷漠，也不想要帮忙，但阿提呢却一直撸他。豆豆呢最后就心软的帮阿提呢寻找母亲的灵魂。由于呢无法超生的灵魂大部分呢都会在自己有感情的地方逗留，所以豆豆就请阿提呢提供了清单，两人再逐一的去那些地方查看。豆豆呢除了可以看到灵魂以外，他其实呢还可以感受到活人内心的情绪变化，所以在寻找阿提母亲的灵魂同时，豆豆呢也感受到了阿提的对于母亲的思念，还有悲伤和内疚等等一切的情绪。那些情绪呢沉重到让多年呢没有哭过的豆豆呢哭了出来。豆豆呢感受到在阿提大咧的外表底下，其实呢是一个用情深重，同时呢内心有很封闭的一个人。豆豆呢对阿提呢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而看到豆豆哭，阿提呢一开始其实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呢他不想要被别人的可怜自己，但同时他又觉得豆豆呢好像可以懂他真正的感受，所以之后呢两人还是自然的相处。豆豆呢继续帮阿提呢寻找母亲的灵魂还在不在人间，但这个时候豆豆的前男友却找上了门。由于这个前男友对豆豆呢非常的渣，又是出轨的，又是偷他钱的，豆豆呢已经封锁过他好几次了，但这个前男友呢每隔一段时间又会来讯息骚扰豆豆，所以豆豆呢就请阿提帮忙，让前男友不要再来骚扰他。后来阿提呢就陪豆豆呢去见前男友，从谈话中阿提了解到豆豆的前男友有多么的渣，同时也慢慢的了解到豆豆对别人的冷漠了多少源于前男友的伤害。最后前男友也对豆豆的道歉，并答应了不再骚扰豆豆。前男友的事告一段落后，豆豆呢就继续帮阿提呢寻找母亲的灵魂。由于阿提的母亲呢去世的地方就是在美国，所以阿提跟豆豆呢就一起去了美国一趟。豆豆呢在寻找灵魂的时候，其实会消耗到非常多的精力，加上豆豆呢就是只要答应了就会坚持做到最好的个性，所以在美国的时候豆豆呢就过劳了，之后又遇到了鬼魂的攻击，豆豆呢就晕倒了过去。阿提呢对此呢感到很内疚，但同时又很生气豆豆呢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豆豆呢被强制的休息了一阵子之后，继续在美国寻找阿提母亲的灵魂。在最后一站，豆豆呢坐到了阿提母亲离世的椅子上，豆豆呢感受到阿提的母亲最后呢是幸福安详的离世的。阿提的母亲呢在生前早就已经做好了去世的心理准备，所以呢已经很顺利的超生了。阿提呢只好接受母亲是真的已经不在的事实。
看着伤心的阿提，豆豆了告诉阿提，他母亲在临终前都在祈求了阿提可以活得幸福快乐，所以他叫阿提要好好的活着，为了母亲也为了自己。豆豆了叫阿提不要再封闭自己，要真正的快乐活着才是他母亲最喜欢看到的阿提。由于阿提自由奔放的个性，从来没有人会觉得阿提活得不快乐。豆豆是第一个叫阿提要快乐活着的人，这也是第一次阿提感受到这世上有人懂他。之后阿提也慢慢的觉得豆豆平常虽然不起眼，但底下的灵魂却很有趣，而且他们的音乐品味很合，也让阿提对豆豆越来越有兴趣。后来阿提意识到，相比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自己更享受跟豆豆一起的时光。阿提发现自己可能已经喜欢上了豆豆，从来没有喜欢上任何的阿提害怕自己会因为爱情而受伤，所以他努力的抵抗内心对豆豆的爱意。阿提试着想要疏远豆豆，然而阿提却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所以最后他就决定干脆的勇敢一次，认真的追求豆豆。但是当豆豆发现阿提对自己有兴趣的时候，豆豆就果断的告诉阿提不要浪费时间，说自己对阿提没有兴趣，但阿提却说自己不在意，只要可以继续留在豆豆的身边他就满足了。而且阿提也说自己有信心的让豆豆喜欢上他。之后阿提就一天到晚都缠着豆豆，虽然阿提的态度很强硬，但也不至于会做出什么让豆豆觉得不舒服的事情。豆豆本身就是一个对什么都觉得没差的性格，而且他也觉得时间久了阿提就会放弃，所以他就放任阿提一直回在自己身边转。后来阿提甚至趁着豆豆不回忆的时候，藏起了豆豆房间的钥匙，让豆豆暂时只能借住在他的房间。豆豆也只能认命，懒得跟阿提争。虽然阿提的种种追求行为都很强硬、任性、霸道，但对于一直封闭自己的豆豆来说，反而就是如此猛烈的进攻才能打动豆豆。豆豆本身就习惯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当阿提出现，开始照顾他的生活，而且每天都毫不吝啬的向豆豆表达自己的爱意，豆豆就开始觉得被人照顾好像也不错。其实阿提在医学系已经进入了实习阶段，加上课业沉重，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忙碌，但阿提还是尽力的抽时间出来照顾豆豆。看着在忙碌中的人人愿意为自己付出的阿提，豆豆开始相信阿提对自己是认真的。有时候他也会被阿提的关心打动，豆豆慢慢的为阿提打开了心扉。随着时间的推进，阿提开始会牵豆豆的手，亲豆豆的脸，一起看电影的时候会抱着豆豆的腰。豆豆也慢慢的习惯了阿提的身体接触。由于前男友的背叛，豆豆一直都很难在爱情上打开心扉，但阿提却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豆豆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幻想的朋友，一般人听到都会建议豆豆要去看医生，但阿提却直接透过豆豆跟豆豆的幻想朋友聊天。看着阿提很自然的接受这一切，豆豆感到很窝心。豆豆也慢慢习惯了阿提的存在，但阿提不在自己身边的时候，豆豆会开始觉得空虚。阿提让豆豆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是有心有感情的。后来有些豆豆在看阿提踢足球的时候，为阿提画了一张肖像画。豆豆说球场上的阿提笑容很美。阿提听完后就很心动，吻了豆豆。豆豆虽然不满阿提自作主张，没有问过他的同意，但同时豆豆又有点开心。看到豆豆对自己的包容度越来越高，阿提就问豆豆准备好接受自己的心意了没。基本上这个时候豆豆已经很确定自己喜欢上了阿提，但他还需要时间去做心理准备，去接受了阿提的心意。刚好1个月后，阿提要参加赛车比赛，豆豆就让阿提等到那个时候，如果阿提赢了比赛，豆豆就会接受他的心意。在互相深入了解的过程中，豆豆也了解到阿提的过往，知道阿提选医生主要是为了完成跟母亲的承诺，但其实阿提还有另外一个梦想，就是想要做音乐创作。听完阿提过往的作品，豆豆很喜欢，豆豆也鼓励阿提要继续创作。之后阿提也为豆豆创作了一首情歌。后来终于来到了赛车比赛的日子，阿提当然是顺利的赢了比赛，但是对手却心生不忿，把阿提绑架了起来。豆豆本身是一个很少哭的人，但是他却担心阿提担心到哭了出来，连鬼魂也不怕的豆豆却害怕自己会失去阿提。最后阿提独自一人解决了绑架自己的15个犯人，加上阿提父亲的助攻，阿提最后就只是受了一点小伤，成功从绑架中走出来的阿提看到伤心的豆豆感到很自责。豆豆要求阿提要对自己负责，阿提当然是很愿意的请求豆豆当自己的男朋友，豆豆也开心的答应了。之后阿提买了新的房子，带着豆豆一起搬进了新家。阿提跟豆豆就回归到了一个忙碌实习一个忙碌工作的生活。看着实习的很辛苦的阿提豆豆有点不舍，
来豆豆认真跟阿提坐下来谈了一番，因为豆豆看得出来阿提真正想要做的是音乐创作，读医只是为了兑现跟母亲的承诺，而且阿提也明说过毕业后不会当医生。感受过阿提母亲灵魂的豆豆很确定母亲不会想要阿提勉强自己，所以豆豆就问阿提要不要考虑退学。听完豆豆建议，加上考虑过各方的意见，阿提申请了退学，并专注了做音乐创作。阿提的父亲还特别为阿提开了一家唱片公司。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阿提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豆豆则留在泰国完成学业，两人开始远距离。阿提受不了两人常常要分开，所以他就向豆豆求婚，问豆豆愿不愿意在毕业后一起跟他到纽约生活。豆豆当然是开心的答应了。最后等到豆豆毕业后，两人正式办了婚礼结婚。结婚后，豆豆就跟着阿提到处旅行生活，完美神话。以上就是 Forever You 阿提豆豆部分的原作小说故事。其实他们的故事非常的长，所以16省略了很多的地方，当中包括了阿提过去的风流债找上门，豆豆高中的时候曾经被欺凌，之后跟霸凌者玉石俱焚，还有阿提办了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故事。全部的故事虽然对剧情的推进影响不大，但是都非常的精彩，只是因为实在是影片的篇幅有限，有兴趣的可以去找小说来看。Forever You 这部剧主要由4本小说组成，分别是 Part 1 跟 Part 2。Part 1的原作有 Who is the East, Take Your Mind, Johan Norton, North, How Much Is Your Love。而 Part 2本来预计是会有2本小说的，但如果已经有看过 Part 1剧的人应该也会留意到泰跟脑的这一对副线。而最近官方也公布了会拍他们的故事，所以 Part 2预计会有3本小说组成。小说分别是 Ati Dodo The West, The Sun from Another Star, Don Van Dyke The South Beside the Sky, 泰跟脑的 Choni Do Now。5本泰文小说都可以在 Map 上面找得到。官方暂时好像还没有出任何的翻译版本。主线东南西北4段的故事16都已经做过解说影片了，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之后也会做泰跟脑的小说解说，敬请期待。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对 Forever You 四方极爱阿提豆豆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分享，一起讨论。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